击落一架隐形飞机的确值得庆祝啊！所以，当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击落了一架 F-117之后呢，专门设计了一张庆祝海报来讽刺美国人。抱歉，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美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啊？于是就还击说你们压根儿就是碰运气，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只是误打误中了而已。但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扯了谎，真相如下。当年南斯拉夫陆军第250防空导弹旅第3营的指挥官叫做佐尔坦·达尼，他是一个特别会琢磨的人。为了打下一架美国的飞机啊，他将所有能够找到的隐身技术的资料翻了个遍，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 F-117虽然在雷达屏幕上不容易发现，但是也绝非完全隐形，我们还是有战术上面的空子可以钻的。什么战术呢？伟大的游击战了。第一，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都保持自己的雷达处于关闭状态，这样北约的飞机就不会先找到他们了。第二，虽然所使用的过时的 S-125防空导弹其火控雷达很难锁定 F-117，但是却有着不错的机动能力嘛，那咱们就放大这项能力，通过艰苦的训练，把原本需要用150分钟的重新部署时间呢，减少到90分钟不到，以此来实现快速的把它们埋伏到 F-117可能经过的路线上。第三在北约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周围部署群众间谍，一方面随时观察和报告机场起飞飞机的类型，另一方面呢，则截获和监听飞机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判断可乘之机。第四悄咪咪的从俄罗斯搞来 P-18预警雷达。S-125的火控雷达不是有点近视吗？那咱试试这个呗。经过测试采用甚高频波段，它的确可以探测到在24公里范围内飞过的 F-117了。于是1、2、3、4结合起来，一个游击战术就浮出水面了。你看，先是由间谍报告 F-117的起飞，然后打开 P-18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再把 S-125推过去，放一个冷枪打到目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很快，指挥官达尼的机会就来了。1999年3月27日夜晚，天空没有月亮，4架 F-117呢从基地起飞，单独去执行任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众所周知，为了隐身F-117甚至把自己身上的雷达也给阉割掉了，所以他在平时呢是一定需要另外一架有着雷达的飞机来为自己指路的，否则跟瞎子也就差不了多少了。但是今晚天气不好，本应陪着他们一同前往干扰并摧毁南斯拉夫雷达的徘徊者电子战机呢无法升空，北约由于太过自信，也没有叫停这次任务，于是4架 F-117就真的这么瞎着飞出去了，只带着红外传感器。他们起飞，甚至对话间透露出没有电子战机陪伴的信息呢，都被截获并送到达尼手上了。而且在连续追踪了 F-117很多天之后呢，他们的飞行路径对达尼来说也变得容易预测了。于是他赶紧下令让 S-125机动到 F-117的可疑路线上，并打开 P-18扫描天空。果不其然预警雷达的屏幕上呢出现 F-117了。此刻他正飞行在24公里以外，但是火控雷达嘛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达尼需要一点耐心。那咱们就来看看 F-117那边，其中一架的呼号呢是维加31，由参与过沙漠风暴的老司机帕特里克中校驾驶。他正在为了飞过山谷忽上忽下的控制着飞机，而当他将轻脚拉高的时候呢，整架飞机就会像一面镜子那样反射雷达波了。很多事后分析认为这的确是增加了 F-117暴露的可能性。但最致命的一点还不是由他贡献的，而是炸弹舱门。当帕特里克中校按下投弹钮，投弹舱门向两侧垂直开启时，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结构便诞生了。它破坏了之前一切隐形的努力，瞬间S-125的火控雷达上一个明亮的点点闪现了出来，它距离阵地只有8公里。于是2枚导弹飞奔而去，一枚从头顶错过了目标，但另外一枚却在帕特里克中校的附近准确地炸开了 F-117，严重受损，随后坠机。不过帕特里克却奇迹般的弹射逃生了。更奇迹的是他居然能够在1公里以外的水沟里面平安地躲过了大搜捕，并最终被顺利救回。所以故事讲到这儿，我们都知道了吹牛真是没有上限的。南斯拉夫明明知道他要打的飞机是隐形的，而美国人也明明就知道南斯拉夫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但是抱歉我就算知道，还是要这么说，怎么着吧？
最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两位故事里面的主角一开始是相互要你命的达尼和帕特里克中校，在这次击落事件后呢，都晋升为了上校，并且还在12年以后成为了挚友，共同出演了一部纪录片，相互之间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毕竟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出生入死了吧。2003年11月22日，一架空客 A300 运输机刚刚加满油，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就被一枚导弹击中了左翼，在空中燃起熊熊大火之后呢，机组成员居然操纵着它成功降落了。所以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你可能会说，也许是他伤得不深呗。那么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架飞机是属于 DHL 的一架运输机，它在6个月前刚刚拿下了一个来自美国军方的合同，帮助驻伊大兵们把写好的信运回国内，所以就成为了当时巴格达机场内为数极少的民用飞机之一了。由于机场的外围呢还没有被美军完全控制，所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要面临着被地面火力袭击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飞行员就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爬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才行。这就对于他们的飞行技巧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天直飞 A300 的是一个3人的机组，机长埃里克、副机长史蒂夫和飞行工程师马里奥，他们都有着数千甚至上万小时的飞行经验，所以这会是稍后他们划线唯一的关键之一跟标准动作一样，这架 A300 在一离开地面之后呢，就迅速开始了爬升，高度已经来到了2400米。正当机组放松下来，认为可能这又是一次平淡无奇的飞行时，一枚萨姆14肩扛式防空导弹嗖的就朝它飞了过来，击中了左翼从发动机到翼尖之间的整个机翼后缘，瞬间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他们还是幸运的首先，导弹并没有直接击中机身，那样的话就是整架飞机在空中解体了，后果参见去年乌克兰航空 PS752 航班灾难。其次导弹也没有损伤到发动机，那是他们在后续飞行中救命的关键。最后，还记得我在视频一开始说了什么吗？他们刚刚把油箱里面加满了油，所以被击中的位于机翼外缘的 1A 油箱里面呢，还满满都是液体，没有多少气化成可燃蒸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爆炸，而不仅仅只是燃烧了。好了，说完了好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坏消息。直接坏到家的就是飞机完全失控了。为什么呢？因为跟着燃料从左翼的破洞里面漏出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液压油了。飞机上的所有操纵面呢，都得靠它来使力掰动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上的肌肉，哪怕心脏、骨骼、大脑都还健在，但是缺少了肌肉去传递力量，我们依然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嘛。一架正常的大飞机上呢，会有3套液压系统，它们通常被叫做蓝线、绿线和黄线，各有各的主控设备，同时呢，也为别的线路提供突发情况下的备份，所以能够在一个甚至是2个都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呢，依然还能操纵。但是当全部3条液压都宕机之后呢，飞机离坠毁也就只剩倒计时了，所有的控制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飞机会自动进入到一种类似于过山车一样的上下起伏的状态中，它会先向下冲，进入加速过程，但加速带来了额外的升力，这份升力又开始把飞机往上抬了，让它进入到减速过程，升力于是很快就被吐了回去，飞机再度转头向下，开始第2个下冲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呢，机组几乎是不可能将飞机稳住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能用的工具了嘛。操纵杆虽然还在手里面，但其实已经成为了摆设，还是个看着就让人闹心的摆设。于是副机长就问出了那句直击灵魂的：“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是该做什么呢？机长埃里克也在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他再次低头看了看手里面的操纵杆，余光却瞟见了一旁的油门推杆。谁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工具发动机不是还在吗？它不是一左一右分布在机翼的2边吗？那么控制油门也就能控制飞机了。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加速可以让飞机上升，减速可以让飞机下降，那么加油门就能使飞机抬头，减油门就能使飞机低头嘛。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找准机会来加减油门，就能够将此时的过山车模式扭转到平飞模式了。虽然从来也没有训练过这个项目，但是经验丰富的2名飞行员在飞行工程师的辅助下，仅仅只用了10分钟就找到了规律，慢慢把飞机给稳住了。但看着左翼上还在呼呼喷出的油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必须要抓紧时间折返迫降才行。那么怎么折返呢？
其实不用他们折啊，这架飞机本身就一直在空中绕圈圈了。左翼受损，所以左边受到的阻力更大一些。飞机打从一开始起呢，就在朝着左边偏航了。机组成员现在要做的第一个是抵消偏航，第二个是控制转向，他们也可以由改变发动机的推力来完成。这个大概就有点像是在开坦克了。给左边的驱动轮多加一点油呢，坦克就会朝右转；给右边的驱动轮多加点油，坦克就会向左转。要是给的油一样多呢，就直着往前开呗。飞机机翼两边的发动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本身就够难了。而这架飞机上，就光是想要直着走呢，还不是平均给油就行了。你能想象吗？就靠着这两台发动机推力上的微小差别，既要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又要完成俯仰、偏航和滚转动作，最后还能抬着头不减速的往下落，难度该有多大呀？所以那架同样因为掉了尾巴而液压进食的日航123就没能挺过来了。虽然飞行员应该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让它在空中继续坚持了30分钟之久啊。DHL 的那架运输机呢，最终在冲出跑道后，还是安全的迫降回了巴格达机场。3名机组成员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被导弹击中后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机舱的人。他们用冷静战胜了命运，所以值得嘉奖。但其实命运也没有辜负他们因为就在他们紧张地折腾两台发动机时呢，武装分子又一次发射了导弹，只不过这一次射偏了而已。而机组成员对此却并不知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 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深立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越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 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
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得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产量世界第一。自1956年服役以来，已经发展出了4代几十种型号了。但除了最新一代以外，在这之前所有的响尾蛇导弹略显夸张的梯形尾翼底部都装着这样一个小齿轮。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它呢叫做陀螺舵，能够防止导弹发生滚转，从而有效地保证射击精度。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来拐个弯，现在却拐到了左上，还能够追到目标吗？而导弹在空中飞受到的干扰条件那么多，发生滚转几乎是一定的，那可如何是好？这就是响尾蛇导弹原本面临的尴尬局面了，因为它也是一枚近战空导弹，使用的也是压抑布局，而它的化解之道就在这个不起眼的陀螺舵上面了。陀螺舵看起来像是一个齿轮，但实际上更像一个风车，它通过一根轴安装在尾翼的尾部，可以相对尾翼发生偏转。当导弹在空中以2.5马赫的高速运动时，迎面而来的高速气流会将陀螺舵里面的陀螺锤的高速旋转起来，其转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3万圈左右。于是在高速旋转之下，它就获取了一样特殊的本领，能够保持自己姿态不发生变化。好像也没那么特殊每一个骑上自行车的人同样也会被物理规律加上这么一个外挂。所以呢，回到装了陀螺舵的响尾蛇上面，当它没有发生滚转时，陀螺舵与尾翼保持平行，两者合二为一，看起来就是一片完整的舵面。而当导弹受到外界影响发生滚转时，不能动的尾翼自然会随着弹身一起滚起来，但是高速旋转下的陀螺舵却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原来的姿态。于是相对于尾翼平面呢，它就发生了偏转，形成了一个新的舵面，产生出一个新的力矩。这个力矩的方向恰好跟导弹滚转的方向相反，所以能够抑制导弹的滚转，把之前转出去的给扭回来，超级巧妙，有没有？它就是一个纯机械的玩意儿，只会在导弹发生滚转时被动介入工作，极大的简化了导弹的姿态控制系统。可以说，要是没有它，也就不会有满世界飞的响尾蛇导弹了。当然，这种陀螺舵不光只是装在了前面几代的响尾蛇上，在其他很多的短程空导弹中呢，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是进入21世纪这种略带妥协的技术显然满足不了机动性更高的打击需求了。所以在最新一代的响尾蛇 X 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硕大的尾翼已经缩小了好几层，陀螺舵也不见了踪迹，姿态控制的重任已经交给了带有矢量推力的发动机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下次当你在看到导弹尾部的小齿轮时，应该知道它就叫陀螺舵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枚3X戟2型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
可以看到啊，它从水中穿出来之后呢，便会立即点火，然后迅速的爬上天空。好，暂停一下，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它从水中发射到水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最后我会来揭晓。与此同时啊，我们来仔细的观察它的头部，似乎有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慢慢伸了出来。虽然画面不是太清晰，但我们拉近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对了，就是这根杆子，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点反常识的知识了。这根杆子呢叫做剪竹杆，它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反常识的，反常识的是我最后要讲到的东西。当然，我们一步步来，先看看它能够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快速前进的物体呢，都是会受到气流所带来的阻力的。要是速度再快一些，超过音速之后，还会产生激波。就是空气被压缩到还来不及复原的状态，它会给后面的物体带来更大的阻力。虽然超音速后激波不可避免，但是矮个子里面也能找出个个高的。激波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正激波和斜激波。正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垂直，把大量空气压缩在其中，从而对前进的物体呢造成巨大的阻力。斜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倾斜，它也会将一部分的空气压缩其中，但同时也会将其余的空气改个方向，然后就这么放它们走了。所以对前进物体造成的阻力相对会小很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激波是它们的组合体，叫做弓形激波。顶部是个正激波，两侧是个斜激波，对物体造成的阻力自然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怎么才能产生出相应的激波呢？就是物体的外形了，尤其是头部的形状。简单点来说啊，锥形头部产生的是斜激波，盾形头部产生的是弓形激波。至于想要产生一个纯粹的正激波嘛，我的世界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实验场景。所以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的头部是尖的，火箭的头部是尖的，大部分的导弹头部也是尖的了吧？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的是高速，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小激波阻力。相反，有的物体还就是想要从激波那儿得到更多的阻力呢，比如从大气层外面返回的航天飞机、返回舱等等，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平坦的屁股从太空中坐着回来的。好了，那你说作为弹道导弹，它是想要高速还是高阻呢？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高速啊！弹道导弹打的是抛物线，就跟我们扔石子儿一样，出手的速度越快，才能够扔得越远嘛，所以它应该是个尖头才对。但反观三叉戟，它的头部却是圆滚滚的，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它要被塞进空间局促的潜艇里面，就不能长得太长。那哪边的长度是可以被砍掉的呢？就是利用率本来就不是太高的尖部分了嘛。二是在水中呢，这个尖不仅没有优势，还容易造成运动不稳定，降低速度。但盾头反倒在这儿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利用空泡效应来提高运动速度，显然是比尖头更好的选择。这点啊，咱们看看鱼雷的造型就有数了。好了，水里面要盾头，空中要尖头，怎么调和呢？工程师们左思右想，突然一个灵感迸发了出来，咱们能不能欺骗一下空气呢？让他以为我长的是个尖头呢？怎么欺骗？用一根杆子从源头上面伸出一截来骗。这就是剪竹杆了。剪竹杆利用头部先产生一道激波，它正好可以划过后面真正的弹头。这个激波虽然也不弱，但好在剪竹杆头部的面积很小，激波对它产生的阻力也就不大了。而弹头和弹身则可以藏在剪竹杆拨开的气流当中，这部分气流的压强没有被激波压缩后那么大，所以就成功降低了弹身所受到的阻力，而且降低的阻力比剪竹杆本身受到的阻力要多，综合起来就让整个弹体受到的总的阻力减小了。就凭这根可以伸缩的杆子呢，三叉戟在助推段的阻力可以减少大约一半，射程呢则增加了300多公里，可谓效果显著啊。其实如果你把剪竹杆的头部和弹头连起来呢，你会发现它和尖锥形式差不多了，等于就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尖头，增加了导弹的等效长径比。在水中时呢，它是缩在弹头里面的，到了空中就伸出来顶在前方。当然，圆头带剪竹杆的潜射弹道导弹不光只有三叉戟啊，俄罗斯的布拉瓦和我们国家的巨浪也都是这样的造型。好了，真正反常识的东西来了，你既然都把尖头虚拟出来了，那这根用来虚拟的剪竹杆本身能不能也被虚拟出来呢？答案是可以的。用什么来虚拟呢？
竟然是用气流，用气流来对付气流真是绝了。是的，在超音速飞行的盾体头部开一个喷口反向喷气，不仅不会产生反推力，降低飞行的速度，反而是可以减小阻力，让自己飞得更快的。所以下次在跟谁比赛跑步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跑一边朝着前面吹气，说不定有奇效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对了，还要揭晓答案。3, 2, 1, fire. 3, 2, 1. 潜射弹道导弹是被压缩气体从水里面推到空气中的，你答对了吗？先来看2段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的视频。有没有看出啥区别来呢？前者是在发射筒里面先点燃发动机，然后再冲出来的，而后者是出了发射筒再点燃发动机的。所以它们一个叫做热发射，一个叫做冷发射。美国基本上都是热发射，俄罗斯则基本上都是冷发射。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有何优劣？我们国家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又是用的哪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热发射它也被叫做自力发射。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发射呢，就是靠导弹发动机点火之后产生的推力来自己将自己送出去的。原理比较简单，所以发射筒的结构呢也比较简单。只是由于火焰一开始是在发射筒里面烧的，为了避免把大家闷熟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排烟通道了。这个画面上，在导弹还没有出来前就已经垂直喷出来的火焰呢，就是发动机经过排烟道后释放出来的火箭燃气了。你看它呈现出这么细长的一溜，是因为这根烟道是一个共用的烟道，它承担了一整排发射筒的排烟任务。除此以外，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那么优点自然就是效率高、体积省、重量轻、成本低，维护保养啥的也很方便了。所以美国人很精一早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发射了。为什么俄罗斯不用呢？大概跟它的缺点有关我查了一些资料，看了很多有趣的讨论，其中有一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俄罗斯早期导弹的发动机工作起来并不稳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热发射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发射筒本身是没有动力的嘛，它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导弹给弹出去，只能任由它留在里面炸膛了。这多吓人直接就把俄罗斯人劝退了。算了，你欧美胆大，你玩，你们好好玩，我还是去搞冷发射吧。所以发射筒自身不带动力呢，勉强算是一个缺点吧。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其实是高温燃气对导弹和舰体带来的影响了。你仔细看导弹每一次窜上天的时候呢，都要被自己的烈焰从头到脚烧一遍，这不是也很危险吗？尤其是随着导弹越发越大，发动机喷出来的燃气越来越猛，它所带来的隐患也就越发明显了。再加上由于用导弹发动机直接热发射呢，会在一开始用掉更多的燃料，这就损失了一定的射程嘛。所以有的导弹系统呢，还会在屁股上专门加一级起飞发动机的舱段，等于就是把发射筒省下来的钱给装在导弹上了。此消彼长，好像优势也并不是那么明显了。那咱们再来说说冷发射吧。冷发射呢，又叫做外动力发射，它是通过发射筒底部的燃气发生器产生出的高压燃气，推动气缸当中的活塞，拉起底部的提弹梁，将导弹给弹出去的。跟弹弓的原理简直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这是个要命的大弹弓。由于在这种发射过程当中，发射装置是需要承受住燃气发生器所产生的高压的，所以对结构与材料的强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跟热发射的排气恰恰相反它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才行再加上较为复杂的导气、活塞和提弹装置，就让冷发射的整体成本呢高上了许多。但换来的嘛是安全性。由于导弹是在离开发射筒后才点燃发动机的，就不会让舰体和导弹面临高温炙烤的窘境。对于导弹本身的强度呢，也要求较低了，也对导弹的气动外形改动的较小了，有利于保证导弹的飞行性能。同时若在发射过程当中导弹遇到了一些意外，比如发动机意外点火，也可以通过外力直接将其弹出，避免了对发射装置和周围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普遍的认知是冷发射较热发射更有优势，也是在发射中大型导弹时的首选了。好了，该说到我们自己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了，它采用的是哪种呢？
我们虽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起步的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经过10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了。而且它既可以热发射，也可以冷发射，是个冷热兼容的发射系统。既可以热发射体型较小的中近程防空导弹和小推力的反潜导弹，也可以冷发射大型的远程防空导弹，并且在2个技术上呢都是有突破的。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还记得一开始说的热发射，通常都是多个发射筒共用一根烟道，并且还会让高温燃气倾泻到出筒中的导弹身上吗？这很危险，对吧？我们的第3代垂发呢，这直接改掉了这样的设计，不共用排烟道了，而是单个发射筒自带单独的一个排烟系统。它是这样做的，每个发射筒分为内外2层，导弹放在内层圆筒当中。而在2层之间呢，留上空隙，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排烟的。当高温燃气经过发射筒底部导流锥的作用后呢，会反向经由这个空隙向外排出，短时间之内包裹住正在出发的导弹。这不依然还是把热量倾泻到了导弹身上吗？换汤不换药吗？等等这个空隙的形状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它看起来像什么？像不像火箭的喷口啊？对的，工程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再把内外2层圆筒之间的空隙做成跟火箭喷口一样，先收缩再扩张的造型之后呢，就能让原本亚音速的燃气变成超音速后喷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燃气的总能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动能提高，内能就必然会减小，而温度正是内能的体现，所以结果就是燃气的温度降低了。测试显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呢，发射筒出气处的温度至少可以降低30%，大大缓解了对导弹和舰体设施的影响了。这是热发射时的黑科技。冷发射时呢，也有黑科技刚才有一个冷发射的缺点，我故意没有讲，就是传统冷发射所采用的活塞气缸式弹射装置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实际受力行程不到发射筒长的1半。当提弹梁撞击到缓冲器后，便与导弹分离了。之后，弹射装置对导弹便不起作用了。这也导致提拉活塞的长度无法轻易的省下来，否则就会因初速度不足影响导弹的正常发射。而增加燃气发生药、提高弹射力的方式呢，也会使导弹过载骤然增加，而影响发射安全。那怎么才能在保证体积与提升功率之间找到平衡呢？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妙招把原本只有1级的活塞筒做成2级。先是让1级活塞筒拉着2级活塞筒和其底部的活塞一起向上跑，等2级活塞筒顶到上面的缓冲器之后呢，其气缸的进气孔正好也跟进气管接上了，于是底部的活塞继续上升，直到把导弹完全推出发射筒。这段文字是比较绕，但是多看几次动画演示，相信你能很明白我说的意思了。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弹射缸的长度被减小为整个发射筒长度的1/3左右，却并没有牺牲发射时的功率。于是又强又小，既能装也能藏，站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还能说什么呢？咱们再接再厉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战列舰需要齐射火炮，那导弹巡洋舰呢？是不是也是需要齐射导弹？战斗民族告诉我们，是的，这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在今年4月第一次试射 P-1000火神导弹的画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左右前各并排了4组双联装，共16根巨大的导弹发射筒它们呢，并不是摆在那儿慢慢打的，在实际战斗中很有可能就是一次齐射出去的。那你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导弹一起出去，指挥引导系统忙得过来吗？这就不得不提俄罗斯人从 P-500玄武岩反舰导弹开始就已经开发出来的反舰导弹编队攻击模式了。基本上呢，它算是一个出去之后哥几个你们就自己靠自己的模式主要是为了用来对付美军的航母编队的。它具体是这么操作的：当侦察卫星和远程电子侦察机跟踪到目标后，会将相应数据发送回巡洋舰，舰上的火控系统呢，再将这些数据装订到导弹里面，然后一口气全部将它们发射出去。齐射出去之后，这些导弹会在空中自己组队，每个编队里面有6到8枚导弹。一开始呢，就只是采用被动的惯性导航方式，根据之前输入的数据飞向目标。当到达距离目标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哥几个商量了一下，留了一个继续在高空飞行，其余的呢就全部都下降到距离水面仅有20-30米的高度了，保持无线电静默飞行。那枚留在高空的导弹此时将高调开启雷达，去主动搜索目标并修正末端的弹道了，它于是就叫做领航弹。
但它这雷达一开啊，不是也很容易被对方给探测到吗？所以呢，就会遭受到反导系统的拦截和摧毁。这个时候啊，团队作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原先的那枚领航弹被摧毁后，剩下的那些导弹中就会有一个主动站出来说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啊？接着呢，就迅速爬升到5000到7000米的高空，接过领航的弹子，继续打开雷达，朝着目标准确的飞过去。要是他又被摧毁了，当然又会有另外一个敢死队成员来接替他的角色，直到接近目标之后呢，大家一起都把雷达打开，做出最后的冲击。这个就有点猛了啊，妥妥的已经算是人工智能导弹了，有没有？竟然他们之间还能够自己交流的，所以啊，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嘛，用来迷惑美国的。毕竟看似更加先进的美国都没有搞出这么智能的系统呢。当然，也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可能只是经过了多次的传播之后被夸大了而已。所以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至于我嘛，我认为啊，你现在还是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帮我投票才好啊。非常感谢大家，晋级赛的投票呢还有1天结束，我能不能成功晋级就靠你们了。投票很简单啊，直接在本视频的投票贴纸里面投就可以了。更多的玩法呢，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介绍过了，没有看过的可以跳过去看看哦。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下一个视频见。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附近呢，不明飞行物的发现报告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很多居民都看到了在空中一闪而过的蝶形飞行物，而且呢，他们的描述都非常一致。这些飞行物啊，似乎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空中机动能力。所以，这些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会是真的飞碟吗？是的，它们的确是飞碟，不过呢，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飞碟。还是在1957年啊，不过地点换到了苏联。在劳动节的阅兵仪式上呢，他们拉出了自己最新研发的大杀器 S-75 防空导弹。采用2级发动机的它呢，最高可以射到25000米的高度，散发的平均杀伤率高达95%。美国人一看有点着急了，当即就进行了一次秘密评估，结论的确不容乐观啊。他们认为自己新装备的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呢，只可能在几年内还有渗透苏联防空网的机会，而即便是正在开发中的继任者，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 XB-70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也很难仅靠自己就能在苏联上空全身而退了。它必须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防御装备才行。是什么防御装备呢？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模型了。它呢，这个圆盘啊，居然是一枚导弹。是的，一枚空对空的防御型导弹，代号皮瓦克，秘密编号项目3811。军方对它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干脆啊，总结起来也就只有几条：一是它要能够向任意方向发射；二是呢，它要能够承受60到250倍的加速度；三是它要能够在空中接受末端制导，可以灵活的向任意方向转向；四是它要能够以7马赫的速度去拦截来袭的目标。怎么样？听起来这还像是人类的科技吗？准确点说，是人类60年前的科技吗？不像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正是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研究人员扛起了这个重任，他们很快就从经典的飞碟外形上找到了灵感，从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拥有透镜外观的激进的飞行器出来。这是最初的一张风洞实验照片。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外观不仅有着极佳的攻击角度，还有着十分理想的重量分布，两者合在一起，竟真的混出了如科幻一般的超强机动。随着风洞实验不断进行呢，皮瓦克导弹的外形呢，也逐渐从纯凸透镜型进化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前薄后厚的造型了。它被称为型号3，在气动性能得到了优化的同时呢，也为内部元器件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因此军方的正式合同终于到来了，它被交到了康维尔公司的手里面。是的，又是这个康维尔，这个名字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算是常客了，可见他曾经真的有多么的厉害啊！不过外界要知道这些呢，还要再等上50年才可以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再细品一下。埃格林空军基地里面呢，研究人员正在秘密的研究碟状导弹。埃格林空军基地以外呢，不明飞行物开始被频繁的发现，而官方的口径里面是，这个事情嘛，我们也毫无头绪啊。这个套路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了呢？好了，再回到这枚科幻的导弹本身啊，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认识一下它。
先说它的发射方式啊，很多枚这样的皮瓦克导弹呢，会像炮藤片一样叠在一起，被安装到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筒当中。圆筒中有一根可以将导弹向下推至发射位置的内螺杆。在发射前呢，圆筒先旋转到合适的位置，然后舱门打开，推出导弹。等到导弹离开飞机，有了一段安全距离后，再点火奔向目标，从而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发射。那么很自然呢，咱们就要讲到它的推进系统了啊。在一开始啊，研究人员为皮瓦克考虑了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火箭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外燃冲压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固体火箭发动机等等推进方案。但是考虑到在3马赫至7马赫下，涡轮推进系统无法满足皮瓦克的需求，而冲压发动机则需要一个大进气道，因此会带来操纵的问题。外燃冲压发动机虽然具备可能性，但那会儿呢还达不到实际应用的阶段，因此只剩下了液体与固体火箭发动机这2个解决方案。最终呢，他们还是觉得用固体火箭比较靠谱，于是就在皮瓦克那扁平但是宽大的弹体内并排进了6台发动机，其中3台用于推进，另外3台呢则用于姿态控制。这3个明显长成是中型的喷管啊，就是推进发动机的喷口了。另外很多个，包括尾巴上3个主喷口旁边的这2个，还有诞生上面、下面这2侧的几个呢，都是可以控制它在空中俯仰、偏航、滚转的姿态发动机的喷口了。由于足够高效直接，所以在空中来个突然转弯什么的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毕竟250倍的加速度过载是被明确写进了标书里面的。而导弹的外壳呢，是用光滑而漂亮的镁合金，战斗部介于火箭发动机机舱前壁与制导模块之间，是大约重10公斤的可控破片。之前呢，甚至也考虑过核战斗部的，但是由于塞不进去，所以就放弃了。到了最后一版的设计里面呢，为了给导弹助推段提供额外的控制力，设计人员又在顶上和底部再加上了这么4个喷口，都快赶上载人龙飞船的节奏了啊！另外，为了应对高速飞行所带来的高温，皮瓦克的外壳也设计成了双层的结构，并在其中封装了液体冷却剂。这被证明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因为随着吸收热量，冷却剂开始蒸发，蒸汽会从导弹的后方排出，还能再发挥出余热，为导弹增加一些推力呢。就这样，到了1960年，皮瓦克项目已经完成了预想中3个阶段中的2个了。但是康维尔的研究小组呢，却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走进了一条时代发展的非主流岔路口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美国关于战略打击载具的思路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高空高速轰炸机切换到了洲际弹道导弹。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1960年 U2 被击落后所带来的深刻反思。既然连 U2 这种在太空边缘游弋的飞机都不安全了，那还有哪架飞机是安全的呢？再加上越战开始了，越战输掉了，很多创新武器的研究经费缩水了，甚至直接被砍掉了。XB-70那架可以飞到3马赫的女武神便是其中一个了。连主人都已经入土了，你说它的配件难道不应该一同陪葬吗？是的，皮瓦克项目呢也因此就被终结了。但是真的就被终结了吗？这实在是不好说啊，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皮瓦克已经被终结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叫做蓝圣图的反卫星系统项目里面，出现了一个跟皮瓦克长得非常像的东西，就是它了啊。原来早在皮瓦克研究的第2阶段呢，康威尔就同时参与到了这个绝密的反卫星项目中了。他们基于皮瓦克的技术提出了一个透镜状载人飞船的设想，这艘飞船可以容纳一个3人小组，安装在一枚泰坦3型运载火箭的顶部，被推进到距离目标卫星80公里处时，发射出一个小型的侦察击杀器，它会与目标交汇，先是进行仔细的侦察，然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直接将其击毁。完事之后，飞船重入大气，返回地面。不得不说在1960年代真的是一个脑洞极大的构想啊！但是没过多久，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和皮瓦克一样被毙了。其实这件事呢，我们本来从头就不应该知道的。但是在1963年的一次空间技术研讨会上，之前皮瓦克项目的负责人，估计是觉得反正项目都已经被取消了嘛，就在大会上直接把它给公开了。于是人们呢，第一次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点点模糊的了解。但是更多的细节，甚至是这位负责人的官方履历，都从此完全消失了，至今还有很多没有被解密，留下一团迷雾。不过2006年美国杂志《航空周刊》和空间技术里面的一篇文章，似乎
又把这条线串了起来。文章声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了一种2级入轨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的载人飞行器，名为黑星。它又据说是一架改装自 XB-70 超音速轰炸机的运载器和挂在其下方的载人升力体太空飞船组合而成，可以进入地球轨道，用于执行小型卫星发射、反卫星和空间武器的部署等等。整个项目极为机密。这像不像是当年 XB-70 和皮瓦克导弹的组合呢？难道他们的研究一直都在秘密的进行？难道美国政府最近放出的那些不明飞行物的视频，其中就有他们的身影？好吧，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楚呢？那我们就全当是猜测吧。但这个东西嘛，还真的就的的确确存在过啊，太不可思议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跑快了之后，就需要考虑气动外形了。所以跑车会升起尾翼，飞机会削尖脑袋，速滑则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外星人。那么要是再快点呢？比如比音速还要快上很多倍，就要用上陈波体了。就像东风17导弹那样，长得既不尖也不圆，而是一副扁扁的造型，却能够打出10几倍的音速。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陈波体？为什么陈波体在速度上更占优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讲清楚。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有一个坎儿，那就是音速。因为一旦超音速之后呢，就会碰上音障，产生激波，导致阻力大增，效率骤减。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产生的。空气也是实体，所以当物体在空气中前进时，实际上是需要将自己前方的这一团空气给推开才行。我们把前方这一团空气想象成一个完整的球体，推动空气前进的是一辆行驶速度很慢的小车，所以它推动空气球的过程也是很慢很慢的，已经慢到我们肉眼可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空气球先是被小车挤压，然后恢复原状，再之后呢往外弹开，跟高速摄影机下的网球很像。这个挤压、恢复、弹开的过程在现实当中虽然很快，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车加速，不断的加速，一直加速到在挤压了前面的空气球之后，还没有等到它恢复就又往前挤压了的程度。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每个空气球前面还有别的空气球，于是这个空气球就会去压缩下一个空气球，下一个空气球又会去压缩下个空气球，就这样传递下去啊，最终形成了一连串都来不及恢复原状的压缩空气球堵在小车前方了，就像是某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那么小车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才会使前面的空气球来不及恢复原状呢？答案就是音速，因为声音传播靠的就是空气的压缩与复原，所以空气压缩再复原的速度呢就是音速，这个障碍也就很自然的叫做音障了。此时运动物体前方的空气在不断的挤压并且来不及复原的情况下呢，密度陡增，而它两侧的空气并没有被挤压，密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两种不同密度的空气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便是激波了。尖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斜激波，圆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正激波，这两种波都会带来很大的阻力，降低物体前进的效率，而陈波体却似乎毫不受此影响。那是不是意味着陈波体就不会产生激波呢？当然不是啊，它也会产生激波的，但人家却会利用激波，准确点说是把激波当成风火轮，然后踩着它一路狂奔。从风洞成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颗传统的圆锥形弹头在超音速下飞行时，气流会在弹头尖端发生偏折，并画出2道激波。经过激波的气流压力瞬间上升，于是便立马形成了2个高压区。这2个高压区上下分布均匀，压力相等，所以相互抵消，既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感觉就这么白来了一招。但剩下的由激波带来的阻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工程师就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高压浪费，又不让阻力作祟呢？当然是有的。其实从这幅图中我们就能够得到启发。你看，要是我们从中间将这枚弹头一分为2，并且拿掉上半部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上表面与气流方向是平行关系，所以流经上表面的空气是不会发生偏折的，也就不会产生激波。整体上看阻力少了一半，向下的压力全完，弹头就只会受到来自于下表面向上的压力了。此时的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升力。所以陈波体为什么叫做陈波体就是因为它是乘坐着激波飞行的，别人被激波干趴，他却把激波骑在胯下。这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筋斗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2维的陈波体推出成3维时，它长得就像是一块蝎子了。
再把这块楔子的顶面对准气流方向，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升力体了。这样的升力体真的能飞吗？看看美军的这3兄弟就知道它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虽然是可以产生升力，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下表面上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从两侧泄漏，并流到上表面去了，使底部压力降低，升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沉波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锁住这样的侧漏呢？有的，那就是将这个楔形升力体的两端往下掰，使得基波面和它的前缘相重合，用基波面来包裹住升力体的下表面。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用3D 打印机制作了这样一个沉波体。你看它顶上的这根极在飞行时会跟气流方向保持一致，所以上面的这2个斜面呢是不会产生激波的，激波会沿着下表面产生，并附着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面上，就像这张纸一样，形成一个正好把沉波体底部完全兜住的平面激波面。因为气流只能单向穿过激波，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就能利用激波将高压气体牢牢地锁定在下表面上，维持住了升力。这种形式的沉波体叫做楔导沉波体，算是第1代的沉波体了。它有个变体，就是像图中这样长得圆滑一些的，但由于产生的激波面依然还是一个平面，所以呢还是叫做楔导沉波体。那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实在是太扁了，很难装下导弹的引导头和战斗部，所以基本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第2代沉波体，它的激波面不再被局限于一个平面，而是采用圆锥面，所以叫做锥导沉波体。思路跟上一代一脉相承，也是让激波面来包裹住沉波体的整个下表面，并防止上表面产生出激波。但由于激波面鼓起来了，所以也就让沉波体鼓起来了，空间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放，锥导沉波体也因此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我们的东风17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沉波体，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外形设计，让锥形的激波面包裹住飞行器的下表面，利用超音速产生的高压区，让飞行器的升力更大，阻力更低，就像骑在激波面上一样，轻松飞出数倍于音速的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后半段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需要你有较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大家尽力而为吧，看没看懂呢，都留言来告诉我一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2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变地狱。仔细看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它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否则2只鸽子呢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俩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其实这一劫本来就不该来的，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静止目标，至于海上的目标嘛，它根本就不擅长。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你就明白了。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它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GPS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我们一个个来说。惯性制导呢，通常用的是陀螺仪、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不知道你家在哪儿的朋友指路。你不会告诉他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告诉他了他也不一定知道嘛，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告诉他走多远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接着再走多远再怎么拐之类的。于是呢，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你给他的指令，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至于到底能不能准确的到达呢，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和他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自己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了。所以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制导上呢，仪表的误差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但是想要完全避免仍然是天方夜谭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误差是会积累的。所以单靠惯性制导的尴尬就是打得越远偏得越多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能够在中间帮助它修正的方法了。GPS 制导算是一个，当然咱们自己的呢就是北斗嘛，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是不是？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制导。
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事先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地形参考数据，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啊。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呢，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嘛。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来唯一确定的话，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不就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吗？于是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气压高度表、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雷达高度表呢，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气压高度表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综合一下，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是的啊，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如果有一定的偏差，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嘛。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好了，就这么飞了一路，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呢，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这个制导系统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来实时的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到了最终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综上就是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你可以发现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嘛，什么地形匹配，什么数字场景匹配，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不都是白瞎吗？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那两只无辜的鸽子呢，本不应受此一劫了。但是到了战斧的 Block 4版本，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呢，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收刮点银子出来，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它当然就需要再花点钱升级一套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嘛。但是海军看了测试，惊得直呼好家伙，我要了！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还又继续坚定的把战斧升级到了 Block 5版本，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对了，我们也有长见识不怕。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